您见过这玩意儿吗？呼的一下升起来，吓我一跳。有三角形的，有圆形的，有锅盖型的，有复杂型的。不得不说，这突然起飞看着是有点玄乎其玄，有人更是将其称为反重力装置。咱们不着急反驳，来看几个小玩意儿。首先登场的，可以把它看作刚刚的水平板。注意观察易拉罐后面挂的那张纸，在接通电源的一刻，纸被吹起来了，也就是说有风。随后登场的能让我们看得更明显，呼呼的蜡烛都要被吹灭了，用纸挡一下，瞬间好多了。看到这儿是不是有点思路了？我们可以把这些类似的装置叫做离子推进器，那股风就是离子风。它是怎么产生的呢？以开头的飘升机为例，正极是金属丝，负极是金属拨片，此时给二者施加高电压，一瞬间靠近金属丝附近的空气就被电离了，于是乎电离出来的电子纷纷向正极聚拢，离子则会撞向负极。这下重点来了，离子在向下跑的过程中会冲撞到空气中的其他粒子，从而形成向上作用的力，也就是所谓的离子风。2018年，来自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史蒂文·巴雷特向大家展示了一款离子风飞机。它先是无动力飞行了10次，即使用弹射起飞但不启动引擎，结果是10米内就会落地。后面又进行了10次弹射起飞并开启引擎的动力飞行，在这种情况下倒是能飞到体育馆尽头，大概有60米。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飞机的结构，在机翼下方排列着密密麻麻的高压电极阵列，每组电极都由前方的细金属丝和后方的翼面组成，分别带有正负2万伏特的高压电。原理和刚刚一样，空气中的氮气分子在细丝处被电离，然后电场就会携带着这些离子从细丝飞向翼面，在此过程中，离子与中性空气分子碰撞，把它们推向飞机的后方，形成了离子风。与此同时，也就有了飞机向前的推力。But 这个力实在是太弱了，并且还需要超轻高压电源的加持，所以在无人机上可以想想，在传统飞机上就有点难了。当然也有不传统的，比如航天器。毕竟太空中没有空气阻力，重力也微乎其微，航天器需要的推力很小。但是没有空气，该如何实现离子推进呢？用其他气体不就行了？如果我告诉你这是个时钟，会不会觉得很神奇？最下面一栏刻度代表的是小时，中间一栏是分钟，上面一栏也是分钟。那具体该怎么读呢？很简单，现在是12点59分，12就不用说了，分钟是上面2栏相加，即55加4等于59。下面咱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时钟上方的小转盘上，它在电池的作用下，1秒钟移动1格，很快就来到了60。此时后面的大爪子开始工作，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咦，我还没看清钢珠怎么就剩1颗了。咱们先从大爪子开始，从钟表的背面观察，只见它转着转着，从等待池里薅起一颗珠子，然后在经过最上方轨道时，刚好有一个豁口，让钢珠顺势滑入。下面我们再从正面观察，钢珠先是滑入3号轨道，由于不堪重负，杠杆倾斜，钢珠哗啦哗啦的流向了地上。但这里出了一个叛徒，偷偷滑到了轨道2上，瞬间他也超载倾斜。同理，也有一个小叛徒来到了1号轨道。就这样，大多数珠子回到了池子里，独留1点和2位大佬镇场子。这有点像10进制、5进制和12进制。于是乎，在爪子和珠子的不停运作下，一个有趣的滚珠时钟就搞定了。在此基础上，人们又来了些小花样，比如把爪子换成了升降机，再比如把爪子换成阿基米德螺旋，钢珠跟随着螺旋一起上升旋转，
然后在分岔路口硬生生被挤了出去。在这个版本里，我们能清楚看到叛徒的行走路径。除此之外，提到滚珠钟，可能有一些小伙伴会想到更为古老的康格里夫走珠钟。1808年，威廉·康格里夫爵士将制作完成的时钟赠送给当时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后来他还成为了白金汉宫中皇家收藏的一部分。同样是珠珠，刚刚的用来显示时间，现在的这个则用来驱动指针。我们能看到钢珠沿着轨道来回移动，一个周期有的15秒，有的30秒，有的1分钟。最后珠子触发了擒纵机构，一时间托盘倾斜，指针旋转，时钟便往前走了。那个时候人们一度认为这是一种永动时钟，但很显然小球摩擦、空气摩擦、灰尘影响等等，都意味着滚珠时钟不仅不可能永动，精准度也非常差。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个有些麻烦但脑洞非常大的弹珠时钟吧。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模型，每变一个角度就会有一个新图形出现。刚开始它还只是片平平无奇的五叶草，切下号妥妥的大麻花既视感，再切两个函数图倒立着相遇了，接下来是下面这个 CPU 直接给我干烧了，这有点不合常理啊！为啥画在极坐标上的这个图形可以自行改变形状呢？看来得把这个精心镂刻的小球拿出来，给它加点光，图案立马如天女散花般铺在了桌面上，对着墙面照，半球也被撑开印在了墙上。要说最直观的，那还得是地球，分别采用下面3种方式给它打光，这是成片，是不是有点想法了？没错，和地图类似，极坐标上那个任意变换的图形其实也是投影，更确切地说是来自高维模型的投影，比如双曲空间模型。这种情况也被很多人形象地描述为盲人摸象。就拿埃舍尔的这幅作品来说，如果我说圆盘上的鱼都一样大，并且这2条线都是直线，你会信吗？这就是双曲空间。在庞加莱圆盘中，鱼还是那个鱼，只不过圆盘在这里发生了膨胀，而这条穿过中心的直线和垂直于边界的圆弧都是圆盘的测地线，并且还一样长。但由于我们的视角是单一的，所以就无法看到它的全貌。除此之外，双曲空间还是呈指数增长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吃的银耳、海底的珊瑚就是这一挂的，看着小小的一团，但如果你尝试沿着它走下去，花费的时间可能比你想象的要多100万倍。那它们具体又是以什么方式扩张空间的呢？这就不得不提到曲率，即空间的弯曲程度。我们都知道欧几里得平面的曲率为0，球面是正曲率，双曲空间是负曲率。现在如果让你在一个点上拼接正方形，你最多能拼几个？相信很多人会说4个，但也可能是5个，就像这样。这种使用钩针织成的双曲平面模型最早源于数学家戴安娜·泰米纳。和正曲率不同，负曲率是一个开放式的无限空间，因此在这个点上能填充的正方形越多，即表面变得越卷曲，空间就会越大。当然除了这点，负曲率也会对几何产生其他影响，比如在这里三角形内角和是小于180度的，2点之间最短的是曲线等等。这种尺子您见过吗？中间那条能来回滑动，因此它有一个形象的英文名称 Slide Rule， 中文名字就很实在了，计算尺。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尺子的刻度跟我们印象中的不太一样，1到2有这么长，后面的间距越来越窄，到9和10只剩一点点了。原来这里的刻度指的是对数刻度，比如log 2约等于 0.3010， 那么离原点 0.3010 的位置刻上记号，
便是刻度2了。同理 log3 是 0.4771， log4 是 0.6021 等等。说到这儿，相信聪明的小伙伴已经猜到，计算尺的原理肯定跟对数有关。关键就在于这个公式 a 乘 b 的对数等于 a 的对数加 b 的对数，如此一来，乘法就被换算成了加法。举个例子，现在我们要计算2乘3的值，那么就需要先将 c 尺的原点1移动到 d 尺的2，这里红线代表的是 log2， 然后再将发线移动到 c 尺上的3，这里黄线代表的是 log3。此时这两端距离相加，便是 log2 与 log3 的和，也就是绿色线段。刚好发线对应在 d 尺上的刻度就是6，即2乘3等于6。下面再来个复杂点的数，36乘42。尴尬的是 c 尺和 d 尺的范围只有1到10，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缩小比例，那就来计算 3.6 乘以 4.2 的值。首先移动 c 尺，原点对应 d 尺的 3.6， 然后移动发线，找 c 尺上的 4.2。 此刻又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儿，发现无法对应 d 尺，因为长度不够。没关系，聪明的人类怎会被此打倒？现在不用 c 尺的原点对应 d 尺了，而是改成末端的10对应 d 尺的 3.6， 然后再将发线放到 c 尺的 4.2 上。此时 d 尺的刻度是 1.51， 这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咱们来看绿线的长度，它等于红线的长度减去粉线的长度，而粉线的长度又等于 c 尺1到10的长度减去黄线的长度。于是乎，绿线的长度就等于 log 3.6 减去括号 log 10减 log 4.2， 等于 log 3.6 减 log 10加 log 4.2。又因为负 log 10等于负1乘以 log 10等于 log 10的负1次方等于 log 0.1， 所以绿线的长度是 log 3.6 加 log 0.1 加 log 4.2， 即 log 括号 3.6 乘 4.2 乘 0.1。 也就是说 1.51 乘以1000得到的1510就是36乘以42的大概值。咱们可以用计算器验证一下，结果是1512，二者已经非常接近了。要知道，在计算器没有发明以前，计算尺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小到工程计算，大到核弹研发、航空航天，都能看见它的身影。我们刚刚只研究了乘法运算，仅用到了 c 尺和 d 尺，除此之外，它还有好几个尺，能进行除法、三角函数、根和幂等许多运算。虽然不够精准，但在上世纪60年代已经能支撑起全世界了。这是一锅沸腾的沙子，这是一个将要被煮的筐子，再把它按进锅里，等个几秒后滴溜上来，沙子乖乖地留在了筐子上。下面这口锅更大，只见前方人员提着根钢管，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抖落了几下，沙子也毫不意外地粘在了管子上。大哥不信邪，想要用手尝试，非但没有被烫伤，手也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裹上一层沙子。那我不禁要问，沙子接触到金属物体后咋没脱落下来，又为什么不沾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说说这锅被煮沸了的沙子。看这群在沙子里嬉戏的水鸭子、金鱼，前一秒还玩得不亦乐乎，但只要把这个阀门一关，就立马不动了。你是不是发现了这个关键所在？没错，沙子并没有沸腾，而是在被空气推着运动。这就是十分好玩的硫化空气床。开头被加热的沙子自然也是如此，气泵迫使空气向上，让其能像液体一样流动。只不过与流沙床不同的是，人家从玩具一跃成为了超级涂料。工作人员为了将零件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会给它们涂上这种五颜六色的脂粉，它们多由聚氯乙烯、尼龙和聚乙烯等热塑性材料制成。当遇到过热的金属时，就会融化，继而粘在金属表面。当然，如果碰到没加热的手，就像一盘散沙般没啥用处。要说靠这玩意儿变美是一方面，最重要的还有它抹得厚且均匀呢。
里里外外哪怕是一个十分微小的缺陷，也能掩盖的几乎看不出有痕迹存在。但有时候优势也会变成一种短板，比如遇上印有序列号的金属部件，把它涂上去后，啥细节都会消失。不过瑕不掩瑜嘛，谁让硫化床粉末涂层的价格便宜，耐腐蚀耐磨，绝缘性和润滑性还好。但如果你是细节控，也有办法。下面这种手持的静电喷涂，不仅达到了和硫化床相当的效果，还能保留产品原有的复杂形状。不同的是，静电喷涂令粉末覆盖在零件表面上的方法是给粉末充电。粉末颗粒从喷枪喷出时会带上正电荷，被喷涂的金属由于接地则带负电，在电场的作用下，二者就能紧密粘附在一起。进行到这里还差一步便可大功告成，固化涂层。为了确保零件上的粉末涂抹均匀光滑且不会下垂滴落，无论是热硫化床粉末涂装还是静电喷涂技术，最后都需要放入烘箱中固化。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它俩一个是冷却固化，一个是加热固化。推动轮子向前，台子上的笔便跟随着轮子在墙上画了一条线。当轮子遇到障碍物时，直直的线就立马凸成了一个小山丘，让轮子加速向前，凸起的幅度会更大。这就是有趣的车轮悬挂系统。而这里线的路径则显示了车子的颠簸程度，轮子每过一个减速带，震动就会传递到平台上。看着这高低起伏的路线，想必这辆车子的舒适性也不会好到哪去。那有啥办法能让它变稳点吗？接下来我们不妨在台子下方分别装上一个硬弹簧和一个软弹簧，对比一下，你会发现轮胎在碰到障碍物时，软弹簧削弱颠簸的效果要比硬弹簧好很多。这说明软弹簧确实有效，但它又不太适用于4个轮的汽车。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这种非独立悬挂的方式，就像我们把双脚绑在了一起走路，而左右车轮相当于我们的左右脚，一旦车辆的其中一侧受到颠簸，整个车身就会跟着产生剧烈的倾斜和晃动。那可不可以让每个车轮都能单独上下跳动呢？当然可以。在独立悬挂系统中，左右车轮通过2个平行的摆动臂被固定在了梁上，这时2条腿没有被捆绑，所以即便遇到障碍物，轮子之间也不会互相影响。再为它加上软弹簧消除颠簸，似乎就完美了。但问题是，当车子面临巨大的冲击时，弹簧在被迅速压缩或拉伸后，会有继续弹跳的趋势，而又该如何抑制弹簧这种狂颠不止的状况呢？减震器这个欺软怕硬的大家伙由2部分组成，弹簧和阻尼器，一个负责认怂，一个负责强硬，既能起到缓冲的效果，又能避免弹簧一直弹跳。于是在双作用减震器的影响下，车子也不倾斜晃动了。这时我们再来观察跟踪线，会发现它已经变得非常平稳了，就算是高速行驶也不会产生很强的颠簸。当然真正上路测试也非常 OK。 就拿这辆汽车来说，它的车顶上放有一个管道，类似于跟踪笔，而天空是图纸。当车子在行驶时，从管道中排出的烟雾便如同墨水一样留在了空中。可以看到，即使是在颠簸的路面上，烟雾也是水平的。将乒乓球放在水流下方，水流瞬间向一侧射出，与此同时，球也被拉向了水流中心。想象一下，如果将水流看作是发射的激光束，乒乓球则是空气中的微粒，又会发生什么呢？这时光抓住了微粒，换句话说，微粒被光困在了原地，无法动弹。如果移动光斑，你会发现微粒也跟着动了起来，这便是光镊技术。1986年由阿什金等人提出，即如果将单束激光高度聚焦，就可以将微粒稳定捕获在激光束的焦点处。简单点说，就是光镊利用了光之力来隔空操纵微小物体。这里的力可以理解为光照射到我们身上后会带来一定的压力。有实验表明，
当我们站在树荫下时，影子区域没有了光子的推力，我们的体重便会减轻。但这种变化简直是微乎其微，大概只有10亿分之一和100亿分之一。所以，即便光会对身体施加压力，我们也无法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像细菌、病毒就不一样了。在光镊技术中，照明光路负责拍照留像，控制光路负责抓取微小物体并操控它们运动。在激光束最窄的位置制造了一个陷阱，等待猎物的到来。比如细菌，当它碰到激光束后，光立马发生了折射，这时细菌对光施加了力，反过来光也会对细菌施加力，从而将细菌拉向陷阱中的稳定点。所以无论细菌怎么扭动，都无法摆脱由光制作的这把镊子。不过凡事都有意外，比如碰到非透明物质，它就束手无策了。既然光不行，那声音呢？来看这个实验，研究人员将256个直径仅有1厘米的扬声器相对放置，并用计算机对它们单独进行控制。在这个声场中放有直径1到3毫米的聚苯乙烯球，当运算开启后，小球在扭动的过程中不仅可以随意变换舞蹈队形，更离谱的是，它还能操控其他物体运动，并完成穿针引线的高难度动作。这就是声镊，借助声波来操纵微小物体。说不定在未来的某一天，医学家能用声音的力量将药物运送到目标器官，实现隔空手术。说回开头提到的光镊，除了用它来捕获和控制微小物体外，还能测量空间。比如眼前的这个驱动蛋白，被称为穿梭在细胞里的纳米火车。我们能看到它正拖着一个绿色的大蛋白穿行在微管轨道上。这时只需要利用光镊便可测量出驱动蛋白在微管上行走的距离。这是一家非常有意思的餐厅，厨师在做好饭后会把它们装进胶囊里，不一会儿您点的三明治就会通过屋顶上密密麻麻的管道来到桌子旁边，咔砰一声打开，机械感满满。把管子转移到河岸旁，瞬间变成了鲑鱼大炮。它们可以帮助迁徙的鱼类通过水闸或者水坝，看着是不是挺离谱的？但可别小瞧它，短短24小时就能运送5万条鱼。当管子转移到地下，又瞬间变成了非常便利的垃圾处理系统。医院里更是帮忙传递病理样本的小能手。那看了这么多，这些管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能传输物品呢？秘密就在压强差上。我们先来看一则新闻。2021年11月30号，在台湾省台中市，一位师傅正在维修自来水管道，没想到砸开管子的一瞬间，他的身体被吸了进去，整个画面让人不寒而栗。这里的压强差是在害人，那能不能利用它来帮人呢？1799年，苏格兰发明家威廉·默多克灵光一现，提出了气动传输系统。它由运输罐、气动管道和离心机组成。蒸汽驱动的离心机会在管道内产生真空，如此一来，管子内外就产生了气压差，推动着里面的钢制运输罐前进，速度能达到每小时40到50公里。后来，时间到了19世纪中期，虽然那个时候电报已经开始普及，但气动传输还是凭借着运输速度快、人工成本低、操作门槛低等优势，成为电报公司给客户传递信息的补充方法。据统计，在1909年，伦敦市内共建设了总长约64公里的气动传输管道。1933年，巴黎气动传输管道的总长度达到了427公里。除此之外，美国、德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加拿大、巴西等国家都曾使用过气动物流。当然，人们也不仅限于传送电报，有的传情话，有的传动物，还有的传人。如图所示，1867年，美国发明家阿尔弗雷德·伊利比奇展示了他的气动地铁系统模型。1870年，由其投资的一条直径2.5米、长90米的隧道开始动工。在地下6.5米高的蒸汽动力气泵，每分钟可以排出近3000立方米的空气，推动着地铁前进。当驶进目的地时，工程师会将气泵吹的模式变为吸的模式，
车厢便缓缓减速，平稳地停了下来。可惜因为运行成本高、政府审批难等原因，气动地铁始终处于实验阶段。看，这是一根燃烧了40年的蜡烛，准确来说，这是一坨燃烧了40年积攒下来的蜡烛叶，看着像不像涌起的彩色瀑布？还有网友说像 rapper 的彩色头发。目前蜡烛的高度有90厘米，宽度有50厘米。相信大家最好奇的问题是，如此壮观的高龄蜡烛是怎么形成的呢？要知道，在40年前，这位博主的祖母只是随手将一根蜡烛放在了喝空的啤酒罐上，然后等其燃尽，再放上一根蜡烛，如此重复，整整坚持了40年。不信的话，来看一张照片，在20年前，博主还是个小朋友时，蜡烛就已经存在了。当然，要想做成一个艺术品，处处都是细节。怎样让蜡油刚好从四周流下呢？这里就需要借助一个工具——钢针。先把它放在竹焰上燃烧，然后轻轻地切割蜡烛上方凹陷处的边缘。如此一来，蜡油瞬间决堤，顺着竹身流了下去，也就有了我们看到的一绺一绺的样子。对于一些不太好用的蜡烛，祖母直接上硬核方法，拿出一块加热好的铁板，从蜡烛表面向下压，此时留下来的蜡油会非常均匀。除此之外，为了保持造型的美观度，祖母还会把从桌子上刮下的蜡烛装进杯子里重新加热，然后再淋到主体上，颇有钟乳石的感觉。我们在开头提到，这尊蜡烛虽然拥有40年的高龄，但实际上是一颗颗积攒下来的。那存不存在真正的长明灯呢？在我国的古文中确实有不少记载，比如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写道：“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说的就是在秦始皇骊山陵墓中存在着一种以人鱼膏为燃料的烛火——长明灯。这里我们先不纠结人鱼膏是什么了，关键是这灯真的能一直长明吗？我们都知道，燃烧是需要氧气的，在密不透风的墓室里，随着氧气的逐渐耗尽，长明灯自然会熄灭。那为何会出现长明的说法呢？有学者推测，这是因为在一些长明灯的灯芯中含有着火点很低的白磷，当盗墓者突然打开坟墓，一时间大量的氧气涌入墓穴，如果再有火把的温度加持，那么长明灯很可能被再次点燃，在吓退这些人的同时，也就留下了长明灯的传说。最后想提一下原子灯，也叫同位素光源，它能利用放射性物质衰变释放的带电粒子轰击发光基体而发光，光强稳定，也不需要外接电源和维护，很适合应用在交通困难、无人值守的地方。目前常用的氚原子灯寿命已经能达到10年以上，也算是现代的长明灯了。眼前的火龙卷正在以不可阻挡之势旋转着冲向高空，而这团被困在笼子里的火龙卷更是达6米多高。要制作这玩意儿也很简单，比如借助视频开头围绕火焰转动的14个风扇和带动笼子旋转的电机，再不济用垃圾桶代替，然后手动旋转也能实现这种效果。当然不用提供额外的动力，只需要2个玻璃半圆柱体也可以。这时不仅是火焰，就连烟雾也能旋转起来。接着再在里面加一些化学物质，比如硼酸，就能制作出一个绿色的火龙卷。而在多种物质的组合下产生的效果更加妙不可言，是不是十分酷炫？但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见到了它，毫无疑问就是一场灾难。和龙卷风不同的是，火龙卷的出现不需要雷暴，在高温的环境下，仅依靠火焰的力量就能制造出旋风，并且这种灾害的破坏力极强，它的高度通常可以达到10到50米，温度高达上千度，而一棵15米高的树木轻易就会被其拔起。看了这么多，那你有没有想过火龙卷又是咋形成的呢？以这个玻璃罩中的火龙卷为例，在点火后，中间的热空气会向上走，
外侧的冷空气从底部或两边的缝隙中被吸入进去，又因为玻璃罩的形状，会让被吸入的空气沿着一个特殊的路线去扰乱中间的气流，进而翻转形成一个向上的空气漩涡。另外，还有一种十分特别的火龙卷——蓝色漩涡。这是马里兰大学的科学家在研究火龙卷时收获的意外之喜。它有什么奇特之处呢？在这个实验中，火焰是在水面上被点燃的。刚开始，它还与常见的火龙卷一样，但慢慢的就突然坍缩成了一团平静的旋转的蓝色火焰。是不是很像《哈利波特》里面的分院帽？经研究发现，这种神秘的火焰中由4种不同类型的火焰组成。底部是遇混的复燃火焰，顶部是像分院帽一样的扩散火焰，两侧是围绕在紫色霾周围的遇混的平燃火焰，以及由上面3种火焰交汇形成的3重火焰。而更神奇的是，蓝色漩涡在燃烧时几乎不会产生烟尘，利用这一点，或许能在污染最小的情况下，对水上泄漏的燃油进行处理。